今天我要用红萝卜和芹菜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之前我做过东北地区的传统名菜素食的溜肉段，这次我要来分享跟它很像的一个料理，就是素食锅包肉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y Wong TV， 我是 Kisty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红萝卜和芹菜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。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切薄片，切下一片后让它站稳，这样子比较好切。把红萝卜叠起来，切细丝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2颗的芹菜，芹菜叶子用不到，先去掉。把根部切掉，不要。把芹菜切成跟红萝卜差不多一样的长度。再把芹菜切成细丝。把芹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/4颗的豆薯。把豆薯的皮去掉，把豆薯切片。如果买不到豆薯的朋友，可以用笋子或是荸荠来代替，一样也是有这种脆脆的口感。把豆薯切成细丝。据说锅包肉是从东北溜肉段改良的，采用了新的做法，做成了锅包肉。素食锅包肉外层会沾上淀粉糊，跟溜肉段差不多一样，也是沾上淀粉糊。酱汁部分就跟溜肉段有点不一样了，它会炒成酸甜的口味，一般会用白醋，这次我想用凤梨醋来代替白醋，加上糖还有其他的调味料熬成酸甜汁。肉片我就用百叶豆腐来取代，大火翻炒后就可以出锅了，跟粤菜的咕老肉有点相似之处，但是保留了东北菜的风味。说到咕老肉啊，马来西亚素食餐厅也是有卖素食的咕老肉哦，还蛮怀念的。有些呢会炒成一盘的，有些呢会放进佛钵飘香，就是上次我做的芋头圈里面。小时候呢，我还真的很喜欢吃素食店里面卖的咕老肉。把豆薯放入盘中，金针菇冲洗干净了，用1/3包，把根部切掉，不要。这里切一半就好，根部剥散。把金针菇放入盘中，准备2条百叶豆腐，中间切一半，切大约0.3公分的薄片。锅包肉呢是在哈尔滨这里呢一道很有名的菜，也是一道火候菜，火力要很够，油温高了才会炸得酥脆的口感。火候、调汁、挂糊每个步骤都很重要。虽然住家式的瓦斯炉没有办法跟餐厅那种大火炉比，可以快速的把油温升高，但就是要花点时间，慢慢的让油升高再炸。我觉得还是很好吃的。锅包肉算是中式菜系，但为什么会有西洋风味酸甜的口味呢？这就是因为当时作为北方人，经常需要宴客请国外的人，比如说俄罗斯的客人，
俄罗斯人呢，他们就很喜欢吃酸甜的口味，北方菜大多数都是咸浓口味的，让他们就比较不适应了。为了讨好外国人呢，厨师们就开始认真的思考，要怎样把口味呢变成酸甜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把原来咸口味的焦烧肉片改为酸甜口味的菜。这道菜就特别受到俄罗斯人的欢迎还有喜爱。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呢，都要点这道菜。于是啊，厨师就跟着菜肴烹饪的这些程序来给这道菜取名为锅包肉。俄罗斯人呢，点菜的时候常常又发音不标准啊，时间久了就演变成今天的锅包肉了。把百叶放入盘中，放入200克的太白粉，200克的过滤水，把粉浆搅匀。已经搅匀了，先让它放在旁边静置，让它水和淀粉分离。来调酱汁，放入40克的白糖。因为现在在等淀粉分离，盐1茶匙，凤梨醋30克，大约就是2汤匙，因为1汤匙是15cc。淀粉的水分离了，现在把水分倒出来，放入1汤匙的油，大略的搅拌一下，把它抓进百叶里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百叶豆腐，它不是豆腐，虽然它的名称上有豆腐2个字。百叶豆腐的主原料是黄豆提炼出来的大豆蛋白，大豆蛋白就是素食界常用的原料。最近几年在健身界也有提倡使用大豆蛋白来增肌，是个不错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。传统豆腐的原料是黄豆，所以百叶豆腐和豆腐的主要原料是不同的。百叶豆腐的做法呢，是将大豆蛋白、水、淀粉、大豆油还有调味料均匀乳化后呢，放进模型里面，拿去蒸熟，就完成了这个百叶。当时的发明者可能是看到它的外形很像豆腐一样，都是白色的、方形的，所以就取名它叫做豆腐这2个字。其实呢，如果看成分的话，百叶豆腐比较接近于像豆干那种扎实的口感，有嚼劲的那种口感。现在呢，我们都裹上这个淀粉糊了，我们准备拿去炸。炸之前呢，我们还是要像这样子一片一片的，再一次平均的抹上这个淀粉，像这样，都平均了就丢到锅里面去炸。热一锅油，油已经热了，放进来炸。小锅子先炸3片，这3片先让它炸定型。捞出来，等一下要再来炸第2遍和第3遍。第1遍让它定型，定型了，可以取出来了，关火。我觉得这炸得好漂亮，上面都有油泡。让它反个面。大约来回反面反个3、5次，有定型了，可以取出来了，关火。放入锅里面，再来复炸第2次。复炸第2次，让它打散，
让它炸一炸。每一片有分开了，而且现在颜色有点微黄了，可以先捞起来，让油温再升高。百叶因为膨胀了，所以我分2次炸。第3遍就是要让它炸上色了，刚刚有先把油温变高才放下来。第3遍有变金黄色了，把它捞出来。热锅冷油放进来，金针菇放进来炒香。金针菇看到有变成焦黄色了，放入刚刚的酱汁。酱汁放入1茶匙的热油，搅拌一下，放进来。翻拌一下，炒至小滚。现在放入刚刚炸好的百叶，还有红萝卜丝、豆薯丝、芹菜丝，快速翻炒。大约翻炒一下，可以放入100cc 的水，继续翻炒。就像这样不停的翻炒，让酱汁都裹在所有的百叶上面。感觉都裹上酱汁了，现在可以关火起锅。这个是锅包肉，来试吃素食的哦。外面有加芹菜吗？这个没有番茄酱，可是它芹菜有一丝一丝的，你不要你就挑出来给妈妈，我知道你不喜欢。来试吃我们素食版的锅包肉，脆脆的。快饿了。好脆哦。好好吃啊。酸甜很明显，很浓郁，又酸又甜，很浓郁的酸甜味。它的酱汁不是全部很湿的，就是它把那个酱汁都是粘在它的，就已经粘附在它的百叶身上了，所以它不会有多余的汁可以淋在饭上，裹上满满的酸甜味，好好吃。很脆哈。如果这样今天就苦苦哎。因为你吃到青菜你不喜欢，那你吃百叶啊？百叶好不好吃？百叶眼睛那么亮，好吃哦。好下饭哦。我觉得有一点锅气味耶。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是我用油温升高到蛮高的，在炸第3遍的时候，它让它有锅气味。我很少会煮出有锅气味的食物。其实，妈妈，你不是说你不会煮出锅气？对啊，可是这很特别有，对不对？我很少会煮，因为很少会用那种大火爆炒，然后很偶尔才会煮一下这种油炸3遍，然后大火快炒的，还真的有锅气耶！没有想到自己也可以做出这种餐厅的锅气味。好吃啊！大家可以偶尔试做这种锅包肉，素食的，用百叶代替。很好吃。是百叶吗？而且它有切成长方形，看起来更像肉片，好吃。酸酸甜甜，很开胃，很下饭。我放在汤匙下不要。很好吃哈。已经吃掉1片了。
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我们下道料理见，拜拜！大家一定要试做，太好吃了。脆脆的，又酸甜。